今年圣诞节的时候开业的，对，12月25号。就我之前是在青岛，一直是从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在做程序员，然后也后来就是了解过一些 LGBT 的社区文化之后，我开始在青岛那边自己带一个组织叫青红，然后我也做了4年之后，我会觉得说好像慢慢的在找人生方向，然后又再加上去年工作得了心脏病，然后对心脏病去做了个手术，然后就让我更加的要去考虑我未来要做什么，我就会觉得不如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然后再加上让自己放松一些，然后就想说平时做活动嘛，那可以做有一个场地会更好一点，就觉得要不然就是加上住宿啊，可以大家一起玩啊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就想了说去做一个青旅这样子。我们这边是一个1楼的6人间，对，然后我们当时是为了这个空间的问题，然后想让它多点床铺，所以用了这种太空舱的这种形式，对，这种会比较可以掀开看一下。其实都可以掀开看一看，对，这是有人在这住，所以我们把它铺上了。然后这个是没有人住，对，这个是没有人住的，它是没有铺，对，然后我们是一客一换，是自己铺，是这样，对，就干干净净的。对，然后里面是这个放行李地方。还有个柜子。对，然后这边是长租客也比较多，所以行李也挺多的。然后我们这边就会对，有时候吃饭啊在这边，然后聊天啊这样子。然后我们这边饮用水啊就是在这边有饮用水，还有一些空气炸锅，这些小东西，然后热饭都在那边这样子。这边是那个那个卫生间，这个的卫生间就是它是一个公共卫生间这样子。对，收拾的很干净。对，还好吧。然后这边洗衣房，对，洗衣机，然后烘干机都在这边。对，然后也方便大家长期住在这边嘛。然后长沙天气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买个烘干机还是很必要的，方便大家。然后我们这边这个有一个这种就是留念的一个墙，然后大家还是有很多照片啊，或者是一些文字啊，都可以写在上面。我觉得还是挺有这种纪念意义的。也很温暖。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一些这种事件啊，热点事件，做一个自己的热搜榜这样子，然后让大家也会对了解一下。这个你看，人家说黑心老板还往里面拉客，大通铺都塞不下了，说明我们生意很好，也没办法，对不对？对。然后这个房间有人睡觉，对，所以然后这个是个4人间，然后这边是它有个浴缸，它比较有趣的是它有一个浴缸在里面。对，是的，我把灯给你开一下。对，它有一个浴缸在这。我还有个2楼，就可以上一下。然后我们这是个大床房，对，大概是这样子。对，这个是朋友在里面弄。对，这个房间很好是吧？这房间就是个大床，然后这里面又有一个浴缸，其实。3个浴缸。对，2个浴缸，这也有个浴缸，就是大床房的一个浴缸。对，然后这边里面是卫生间，都差不多。可以打开看一眼，可以。就是你这里等于有3个卫生间，4个，每个房间其实都有一个卫生间。对，我还不知道。对，然后我们这边是这边就是一个公共区域，然后大家常常会在这边玩游戏啊，然后打坐。这是办公的区域。对，然后这边是会有一些办公啊，然后看书啊这样子，对的区域。然后我们这边其实也会放一些，就比较偏公益一些的书啊，有这种。我们现在也弄了个内裤墙。算是一个展示吧，然后正好我们也有时候会做一些内裤的直播，对，然后我们这边其实还有个钢琴在这儿，这是个钢琴，然后就有些会来会弹，对，有人会弹，对，这个就是稍微那个一些，然后它的你看它正好是个3角形，我们自己还觉得还蛮好，正好利用它的这个空间都给。这个有点像每个人从窗帘一拉开都开始专门聊起来。对，都可以聊起来，对，这个房间是那种比较可以聊天的那种房间，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其实房间比较小，一共就是16个床位，对，再加一个这个大床房，对。目前来说是有3家，其中有一家是那种男女混的都有的，就是他只是说有一个人是工作人员是彩虹的，然后他可能把它带的比较偏彩虹，还有一家叫关头山也是，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
Pro Hub。第1个月基本上就是把收支打平衡，第3个月的已经结束嘛，然后现在是第4个月，对吧？就是每个月从我的这边来看是越来越好的，对，但是基本上也是花钱找个工作上这样，找个班上这样。我觉得大部分的客人还是会相对于普通的青旅来说，他还是更带一些这种人文的属性，他还是有一些想去探索啊，想去交流，想去 social 的这个意愿会更强烈一些。因为我们 slogan 也是就是住这里做自己嘛，然后确实大部分人都会跟我说，我们这边更多的像心灵港湾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在里面就会很安全，就觉得说我做自己就很不会被judge啊，不会被人议论什么样。会有，就是你每个人的，就是比如说他的本身的脾气啊、秉性，他也不同嘛，性格也不一样。有些比较外向的人还是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对。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说，最好不要这样，不要打扰别人。但是有的时候，就我个人而言，大家还是不太介意的，就是因为他就是来这儿或多或少他是会卸掉一些心理包袱，就是他有一些心理建设来了之前，他会觉得说，那我都来这儿住了，就是大家都住在一起，就是他有一些预想了。所以就算他比较哀，比较那个不会去掀别人帘子，或者不太去跟别人搭讪，但是他如果被人掀帘子，其实也不太会太介意。我了解的国内的一些店，会有一些的这种动手动脚的情况出现吧。当然我们这可能也会有，只是会比较收敛一些，大家还是会比较礼貌的。他们收敛是因为你经常提醒他们，还是说我们的设置里面考虑到了这个部分？也不是，可能是上面因为可能有一个监控，主要是监控。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比较麻烦的话吧，就是我前几天跟一个人吵架，就是他明显就不太是我们的顾客，然后就只是想来这儿发生一些关系，那种就是想寻欢，然后又想白嫖我们。他喝了我的饮料还没有给钱，我跟他说，你这个饮料拿钱了吗？他也没有，他还说我现在给，然后结果他没有给，他又出去了，出去之后还把我删掉。我记得你之前有说过，对，那天晚上有2个人，类似吧，就这种都是精神类有问题的，我觉得都可以统一算上，这些都是他明显感觉出来他有点不太正常，但是你这时候你要考虑怎么能够很平和的让他就是离开这里，或者说怎么样能够减少这边的风险，我觉得这个是我会更考虑的，因为我会把这个店当做自己的家一样去对待，我会觉得说，那如果会出现什么问题，我觉得对我们住在店里的顾客也不好，就是为他们负责这样子。因为我们也去就是打点了一些小小的关系嘛，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是特别特殊去做彩虹群体的，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麻烦，就是如果说了之后会增加这边的风险，然后就是监管部门来这边也只是觉得说那只是一个开男生的青旅，仅此而已，就没有特别的去说什么事情。对于这个彩虹青旅的属性吧，就是那我从一开始真的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大家来玩娱乐的这样一个方式，就是还是比较没有那种方面的考虑，真的完全没有，我真的从来没有过。假设如果他带着这种目的来的话，我会跟他说明，就是说清楚，就是比较偏绿色一些，然后你如果真的那个的话，就是亲亲抱抱这种当然是可以，但是你得让人家提前是先同意啊，我觉得这都还好，我都会说明白一些。是。我有个小疑问，大通铺这种形式在彩虹青旅中常见吗？这种感觉听上去很好，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这个创意是因为确实是没有房了，就是卖超了，就大家没有房睡怎么办？确实是那样，因为我总觉得让人睡大通铺还是有一点点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拥挤嘛，会觉得有一些的不好意思让人家那个，但是后来觉得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大通铺的这个感觉还是很喜欢，就是它的状态还是很好的。我3月底过来的，因为我感觉这里的环境氛围啊，然后各方面的话，比我家里面会更放松一点。喜欢我就直说。我最开始我真的到这里的话，我真的很内向，我的话都不敢讲的那种。包括就上次去国学班一样的，我真的是，可能就比较怕生人，就是说不熟悉的人就不会
很去交流的那种，所以当时还是会挺慌的。住久了，也不是住久了，住的第2天我就想，不行，我是花了钱的，我花钱住这里的，我就来体验不一样的那个通讯录圈子里面的氛围的话，我花了钱来的，我不行，我一定要跟到外面去，哪怕是听他们聊天也是可以的。你刚才聊天的时候有提到说你会讨厌自己的身份，我很讨厌，我很抗拒我自己同性恋的身份。我甚至之前谈了一个7年的恋爱，跟女的谈了，对，但后面怎么结束的？怎么结束？因为你跟他谈了那么久是有感情基础的，就算我再喜欢男人的话，我也跟他有基础，也有感情基础，对不对？因为我自己明确自己的身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不可能去害别人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算再喜欢我只能跟你分手啊，但是我不会说我跟你暴露一些我自己的性取向，但是没办法呀，这个东西对吧？你明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然后你还跟一个就是说有感情基础的那个女生去结婚的话，你是对她也是不负责的呀，对吧？那你父母还催你结婚吗？现在？催啊，我母亲会催，父亲的话还好。那你未来怎么跟他们讲？不知道吧，先走一步看一步吧。对，你到目前为止有跟家里出柜吗？没有，不敢。你未来会出柜吗？在我这里也是个问号。长沙确实它的文化还是挺多的，就是这种娱乐性的这种场所比较多，然后再加上青旅其实很少，就彩虹青旅很少。我们也想做一些全国性的这种探索，就觉得说那我来一个新的地方，来一个新的城市，从0到1去开始，好像更有利于我们以后去别的城市再这么复制下去。所以就觉得说那我来长沙也是一个还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并且我来了之后我确实还挺开心的，就是长沙确实是比北方丰富很多，因为我是从青岛过来的嘛。青岛真的感觉像是就是无人区的那种状态，就很只是形容啊，不是说没有，只是说还是环境差很多，文化也差很多，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的脑海里的规划也是希望以后如果有一个社区，真实的一个社区，就是衣食住行其实都能在那个社区里面完成，其实我觉得也蛮不错的。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这个模式做的还不错的话，我们可能会一个是开分店，然后把这种线下活动再加上这种住宿这种交友的这种体验综合的一个空间，然后带给大家，然后在可能全国都会去进行一些尝试。我有2个问题，这2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之前 Cody 说过，他觉得运营青旅的话，其实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就是主理人的风格。我不知道你自己觉得你是什么样主理人的风格，还有你刚才说到，其实运营的这4个月，包括经济情况有慢慢的好转，这个过程你到底是这个慢慢的好转怎么样慢慢好转，有没有什么方法？那我先讲第一个就是确实我觉得开这种就是说线下的店铺嘛，就是你来的一些顾客啊，其实对于这种主理人的因素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你要看你的主理人是一个什么风格，大家才会来选择你这儿。然后其实说的，我觉得除了比如说一些床品啊，一些这种卫生啊这些其次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人文那一块嘛。那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的状态是尽量不太会跟客人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关系，就是我们会保持一个比较单一的关系，只是顾客跟就是主理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们比较纯粹一点。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直接的，就是如果他真的很帅，我都会很明确的跟他说，我说哇你好帅啊，然后再接着下来就是说就觉得说那就觉得可以做朋友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会保持在这一步，就是停止就好了。因为我自己有对象，所以我目前我也不是开放关系，所以我大概能做的大概是只有这样。你不会跟客人动手动脚，然后跟他有一些这种接触，也会减少就是客人对你的一些冒犯，然后以至于就是你们是可以一个很良性的一个状态去运行的。我不是说你跟客人发生关系不好这件事，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不太想做这样的事儿，然后我只是想做一个这种氛围，因为我一开始开店的这个初心就放在这儿，就不是为了
就是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也没有考虑到大家会有这样的遐想，但确实很正常，只是说我自己会摆正我自己的心态，我自己的一个态度再放在这儿，对，大概是这样。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的是它的这个怎么运转的运转的更好啊？我觉得我也来了长沙之后，我就立刻找了长沙的很多比较有一些影响力的人去跟他们见面，去跟他们聊。那渐渐的也是，比如说会有像类似今天的这样的采访啊，或者是一些红人的一些采访啊，来我们这店探店。然后我们自己也在做小红书，那我们的小红书流量也还一直都挺不错，就是我自己做自媒体也还可以，再加上朋友做自媒体也帮忙宣传，再加上我们也是有口碑的嘛，那口碑越来越好，很多也是朋友推荐朋友来，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在这边，所以我目前得到的反馈都还是比较正向的，对，所以我是觉得说，那我们这个模式也是可以在别的地方再继续利用起来的这种状态。所以你这一次专门从山东过来吗？对，专门就来到这个地方。要不来这个地方就去其他地方。本来是打算去成都去转一转，因为都是对同性恋比较友好的一些地区。其实如果是不认识的人开同志情侣，那我不会去的。那我前提条件是我对这个主理人或者是载来这个人，我有一定的了解。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他之前搞的活动的话，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那么我就对这个人是比较认可，然后我才会去选择他开的这个场所。那如果是真的是有这么一家我在抖音上刷到，那我也不会去直接去考虑。青岛的话到底是山东，然后封建的，在那边的话大家其实都是比较守规矩的，然后就是尤其像是在那边的同志群体可能更多都是深贵之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里面呢，就作为一个性少数在做老师这个行业的时候会学生，尤其现在的学生的话，他其实对这些不是特别的敏感，而且他们会把这些当做一些玩笑啊。当然，尤其像在山东的学生，可能大部分是尊重这种事情啊，但是他们自身来说还是都是异性恋的这种家庭当中的孩子啊。但是敏感的是什么？是这个就是社会氛围。尤其像是在山东这种宗族观念特别强盛的地方的话，倒不是说谈性色变，或者说谈到这种问题就会特别怎么样，而是说对于你的个人不管是职业来说，还是在群体当中的发展来说，可能确实不是特别占优势。这种来说是这样。对，所以那你能跟家里讲吗？我会跟家里讲话，因为我已经出柜已经跟父母出柜了，对不对？对，就是我妈就是她会自己骗自己，她就是脑子里就想我会结婚什么的，然后就她总是会给我提让我找对象的这种事啊，但是我已经跟她很明确的就是去沟通过啊，但是她也慢慢的随着这几年吧，也就也不是说看开了吧，反正就那样吧，就那样了，是。那你有对象吗？现在？没有，可能在同性恋这里，就是想要稳定和持续的，对于我们现在年轻来说，可能比较难啊，尤其像是在比较封建的地方。就之前找过好几个对象，他们的话大多数就是谈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有这种婚姻上的一些压力在，然后就导致就没有办法去延续。因为你确实是没有建立过比较长期的这个伴侣关系。最长多长？最长的话大概是6个月的时间。3年左右。现在比如说我们开这个店之前也是去看了很多店，会发现说，好像特别是疫情之后，整个环境就虽然越来越不太好嘛，但是我们就是慢慢的在一个修复的过程中，就大家还是有这种出来玩啊，比如说你看旅游行业之前那么垮，但现在你看旅游又开始慢慢起来了，就它都是一个分分合合起起落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好，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好像对于经济都是跟我也说的是，就是聊天的时候说过，就是经济是会越来越好的，不会再往下降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挺好的。然后再加上这几年的就业环境不是很好，我觉得出来创业也是一个方向。但是我觉得就是创业还是尽量是轻投资，就是不要
太大的，就是你天马行空的一个想象，然后说，哎，我想干什么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就我觉得最怕就是自嗨，就是你自己觉得好像哎特别好，特别棒，我这个 idea 太棒了。你可能只是你的想法，你太偏执了，你跟市场是不迎合的。但我觉得我比较还能算不亏钱的这个原因，就是源于我对市场是迎合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是先考虑到了市场有这样的需求，然后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人口基数的一个城市，然后我再去开这个店，我觉得才会不亏本。你这里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什么爱情有产生过吗？过去的几个月，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有，还有不少，有那种对爱情啊、三角恋啊，其实都会有。我看到这个事情。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可能会觉得，当然我会有非常浓烈的主观的色彩，比如我会觉得，哎呀，又是一段孽缘，然后或者是说，哇，好甜，好想磕这种，其实都会有，就是不同的状态在那放着，对，都会有的。